OK， 講講我是怎麼翻身的吧。好久沒有跟大家去談心了。我的第一個100萬是怎麼來的哈？很簡單，4個字：二道販子。包括你現在問我，普通人怎麼樣才能過得更好一點，或者說賺得更多一點，我依舊是這樣的回答，永遠不變。賺100萬最快的方式就是做一個二道販子，非常簡單。這也是聰明人能夠逆襲最實在的一個方法，也是最靠譜的一個方法。尤其是像我們這種跟我一樣的這種從底層摸爬滾打自己拼命殺出來的朋友，对吧？我們可能說從小的时候，甚至剛開始進入社會的時候，一提到100萬，甚至現在腦子裡呢全都是想出來的畫面，就是我有多麼大的員工，多麼大的公司，有多少員工，搞一些多麼高大上的科研，有多少人追隨着我。其實當你真正賺到100万的时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只有你一個人，他用不了多少人，只有你一個人就可以。如果說你的手裡他是沒有本錢的，或者說呢你又想翻身，那麼最實在的操作就是當一個高效率的二道販子。注意是一個高效率的。我的人生格言大家應該知道吧，我的粉絲应该都知道。我的人生格言有3句話。第一句，做一個二道販子是你的開始。第二句，做一個優秀的二道販子是你人生道路上的成長。第三句，做一個高級且優秀的二道販子是你人生路上的成功。对的，你別覺得這個詞兒可能不好聽，一說二道販子你感覺瞧不起看不上的，你仔細的聽一聽，仔細的看一看，或者說看一看現在這個社會的商業的一個底層邏輯，哪一個賺錢的生意它不是都在搬運這個信息呢？是不是都是在搬運信息？你千萬不要跟我說這個信息，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信息差了，對不對？不要這樣跟我講，這個世界上的信息差是永遠不可能消失的這個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信息差是永遠都存在的。你比方說現在那些搞外贸的，对吧？很簡单，那搞外贸的不就是把国內的東西倒腾到國外去賣嗎？是不是？那搞网店的呢？搞網店的不就是把各個平台東西來回搬嗎？把工廠的東西搬到了平台上，然後從這個平台搬到那個平台來回去倒騰嗎？對不對？那賺錢的本質呢，從來不是說你自己去發明一個什麼新奇特的東西，或者今天我發明了這個或者說明天我發明了那個，對不對？它不是這樣的，它最根本的本質，而是把東西，就是把這個東西從便宜的地方挪到貴的地方去銷售掉買賣人呢，對不對？买賣你這輩子你就研究好一個字賣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研究过多的，研究那也沒有用，就把賣學會了你就可以，賣學不會啥都完蛋。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你就可以去賺一個差價買賣的過程中，很多人呢可能說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應該你們都想過這件事，但是呢覺得自己不知道去哪裡找這個路子，或者說不知道哪裡去找貨，聽是聽懂，但是幹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麼去選擇產品。我教你一個我一開始怎麼幹的，教你一個偷懶的辦法記住一般我輕易不外傳選品絕對不是去創作，也不是去創造，而是用你那雙眼睛去發現。你不需要在那裡去絞盡腦汁的去想別人需要什麼東西別人想要什麼東西，你只要學會去看就可以了。我告訴你去哪裡看，你把你的眼光從那些所謂的大的博主網紅身上給他移開，你去哪兒？他發了一個視頻，比方說我現在发视頻，你去看評論區，你就看評論區，真正值錢的財富全都藏在了這個評論區裡面。當你看了一條視頻，他爆款的視頻之後，他們的下面會有一堆人去刷屏以及去評論，對不对？他有很多人都在問這個東西對吧，這個產品的鏈接在哪裡這個東西你是在哪買的呀？博主你是用的什麼呀？是不是？你不信的話你自己去看一看問這個東西能哪裡買到那麼這個時候呢，善於發现的眼睛和你的大腦要轉起來，這個時候商機它就來了嘛。那些評論區問鏈接的那些人，就是他們的真實存在的需求，對還是不是？是吧？那他们呢已經把口袋裡的錢都掏出來了，就放在面前，對不對？都備好了，準備好了，就差呢你把這個東西遞到他們手裡，這個交易咱就完成了。然後呢你的差價就落到你的口袋裡了，对不對？那麼你要做的是什麼？你就要去找他們問的那個東西，然後呢你自己成為鏈接他們的一個鏈接。所以這個就要從市場的需求去出發，比你自己坐在家裡去那裡閉門造車的那裡瞎想瞎猜要穩當的多，也要靠譜的多。我記得我19年的时候創業的時候，19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一開始創業的時候，我也在想搞點獨特吧，弄點什麼有用的東西吧，是不是？或者說弄點什麼創作屬於自己的東西。後來呢
我发现去滿足那些已經喊出來的需求才是最省力的，而且是最賺錢的而且是最節約時間的。你只需要去跨平台當一個搬運工就可以了。我給你舉個例子非常具體的一個例子，也非常簡單，就是比方說我給你在某平台上看到了一個這個手機殼，那麼這個手機殼呢，它的標價是10塊錢。你去批發網站上，你去搜一個一模一樣的，識圖搜款嘛，對不對？你去看一模一樣的，可能它只需要2-3塊錢。那麼對吧？這個中間呢，你不要不信，你自己去搜一搜看一看那麼你中間呢，可能就有個7-8塊左右的一個利潤，是不是？但是這只是最基礎的，還沒有完。聽我往下講如果說你想了解的更深入一點，很簡單，你們知道有一個地方賣手機殼河南的地方我不說哪裡了，你們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評論區講。河南一個地方那個手機支架不是手機殼，手機支架是按斤賣的，它不是按個，是按斤，一斤多少我就不說哪兒了就是河南的，对吧？那可能呢，它一個的成本只需要5毛錢，那麼你的利潤呢，瞬間就變成了9塊5呀，是不是？你不需要自己去開工廠。跟之前的創業不一樣，我開工廠，我弄設備，我招員工，我弄生產線，對吧？你不需要，你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去雇人幹，甚至你都不知道，對不對？這個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你只需要知道哪裡的貨它是最便宜的，我能從哪裡拿到貨，哪裡的需求是最旺盛的就可以了，很簡單。我的第一個100萬就這樣來的如果聽到這兒你還是迷茫的，那麼我再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小小的建議我不知道你聽不聽。每天強迫自己花半個小時，你去逛所有的平台，逛所有平台不是讓你看不是讓你交費的，是讓你看平台的各個價格區間和就是各平台不同的一個差距。你就每天看半個小時，你看1周，你會發現一個全新的世界，發現一個新大陸。你也會發現以前你買的那個東西幾十塊錢感覺是買的那個比較好的東西，對吧？在源頭那裡你可能找就找到源頭了，可能在他那裡價格只是一個零頭所以說你要把你每天躺在沙發上在那刷手機的一個時間給它改掉，對不對？以前你刷手機呢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我去看個熱鬧，去打發時間，去買點東西去點個外賣，對不对？那從今天開始呢，你刷手機是為了幹什麼？尋找商機，看看大家的需求在哪裡，對吧？哪裡有需求，那麼你的貨源呢，或者說你的貨就應該出現在哪裡，是不是？那流量在現在這個互聯網自媒體時代其實也很簡單，流量其實就是人的注意力嘛，就是以前是哪裡有人哪裡就去做生意，哪裡就能賺錢，現在是哪裡有流量哪裡就能賺錢，哪裡就能做生意，是這麼道理吧？对吧？你要做就是做着這個，就你要往哪兒，就是你要看這個流水的地方在哪兒，它往哪兒流，你要做的就是順着這個水的方向去流動，這個方向去走還有就是要把這個就是把動向就這個流向裡邊的水你要給它截流出來，那麼把這個差價也要給它截取出來。那這個過程呢，它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學歷，也不需要你有多大的本事，也不需要你有多麼複雜的背景，也不需要你有沒有個好爹，你只需要長着一雙眼睛能看見事就可以你就能夠發現商機的這個眼睛和一顆能夠說幹就幹的心，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說別總是光想不幹，就是每次都是對不對？想得多做得少，不要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起來賣豆腐。你只要跑通了一個這個所謂的小的產品，你賺到第一個1000，那麼你就會順藤摸瓜，順着這個邏輯就會賺到下一個1萬，甚至能夠賺到下一個10萬、100萬，甚至更多可能1000萬以上需要一定的規模，但是1000萬以下絕對不需要不要問我為什麼因為我是走過來的。所以說呢，這都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你就是比方說你是一個普通人，你想在這10年內能夠抓住一條路成功率最高的一個路徑，對不對？那麼你就去翻一翻你會發現到處都是機會，真的。那唯獨的一個要求就是看你自己的臉皮願不願意拉下來，然後呢去自己低頭彎腰去把這個錢給它撿出来了，對不对？那麼我今天算是把这個算是我自己創業了7年的時間，這個壓箱底的秘密也分享給你了。我相信也會有很多朋友就是也是按照這個方式賺到了自己的人生當中第一個100萬的。如果你也是這樣做到了，你可以在評論區跟大家分享一下。反正你現在也不幹了，對不對？或者說你發展的更好了，你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的第一個100萬是不是這樣幹的以免大家又認為我在這裡瞎說對吧？反正不管怎麼樣，希望就是能看到我這條視頻的人如果你能動起來，那麼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